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呢要上的课程是电子产业第7期，讲什么呢？一样讲 IC 上游的供应商的部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公司是世芯，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图卡的部分。好。那世芯呢，它是一个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那我们首先看一下那个半导体的产业链啊，跟以前一样，我们大约提一下，就是说这边是半导体的上游、中游跟下游。那我们今天要介绍是上游中的上游，就是 IC 设计工具以及细制材这一块。那目前上游的供应商的状况呢，之前这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我们这边特别强调就是说，世芯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创意跟智原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创意跟智原，它是同时有做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跟细制材供应商。可是对于世芯来讲的话，它只有单纯的做IC 设计服务供应商。好，那这样你大概约略了解以后，那在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这个地方呢，它有提供一样 NRE 还有那个 turnkey 的服务，只不过是说呢，对于世芯来讲的话呢，它最主要所提供的服务是以后段的服务，所以它也是一条龙的模式。那大概就是从后端制程，也就是说大概从光照图形这个地方，然后提供客户去做一个 NRE 以及一个turnkey 的服务模式。那它也是产品可以以晶圆的方式，或者是以 IC 成品的方式，这个地方交由它下游的客户的部分。好，那约略讲完以后，我们看一下今天主要在讲世芯公司营运的概况。那它是一个提供系统单晶片的 IC 设计供应商。那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分做营运有分做2块，一块是 NRE， 一块是 turnkey。我们可以发现，在 NRE 这个地方呢，它的营业比重会比创意或者是智原要来得高，它的营业比重大概是45%。那这个地方在它的收入列作委托设计服务。那在 turnkey 这个部分呢，那它的营业比重大概是55%，那属于列入它营收的量产服务。那世芯的特色呢，就是说它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创意、智原跟世芯这3家。那世芯的先进制程呢，它的比重比较高。那大家也知道，先进制程长期的趋势是往上，所以有利于世芯本身，不管是在 NRE 的业务或 turnkey 的业务这个地方，持续的往上做一个攀升。那一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从它 NRE 发展的趋势去推估它后面2-3年那个 turnkey 业务的成长的力道。好，那接下来我们会说，为什么世芯我刚刚会讲说它的高阶比重比较高呢？它的营运成长最主要是来自于先进制程。那先进制程我们看它高速运算这个地方营业比重就高达了82%。那因为最主要它本身是擅长比较高复杂难度还有高阶的晶片。那它7奈米以下含7奈米这个地方的专案就占了营收比65%，是不是比创意的20%多要来得多？所以强劲的那个高速运算这个地方，还有那个人工智慧这个地方需求，让它的营收可以自动能延续到目前到2024年。然后另外就是说，它有跨入到电动车这个地方，然后电动车专用的高速运算的部分。所以说以公司目前的布局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营运展望一直看到2024年。好，那在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这个地方毛利率的部分，因为它只有提供所谓的 IC 设计服务供应，那它一样，它也是具有 NRE 跟 turnkey 的部分。那 NRE 跟一般的业者一样，毛利率大概在6%到5-6%之间。那 turnkey 的部分大概就是15%到25%，一样我们可以观察它 NRE 的变化，然后去推估它未来 turnkey 的营收的部分。好，和毛利率的部分都可以去做一个约略推估。
那接下来来讲的话，就是在讲，就是说，我们之前几集讲的那个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地方。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用同业比较的方式，它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我们去看出每一家公司在股东权益报酬率的效率，那是来自于它的税后净利呢，还是总资产周转率，跟或者是财务杠杆的效率。OK。那我们看一下，在这3家里面，我们发现创意智源跟世新这3家。那世新是专业的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那因为本身并没有提供 IP 业务，但是客户在做量产的时候，有可能有 IP 业务的需要，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会从第三方，然后来获取 IP， 然后我们再授权给客户，然后再把它运用在那个 NRE 后端的设计服务，或者是量产服务有需要的话，那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下，就是说，如果纯粹以这3家公司来看的话，那它在包括了股东权益报酬率，就是这边的税后权益报酬率这个地方，在3家公司比较起来，它相对就是说有待提升，包括就是说它的总资产周转率，还有它的那个权益乘数这个地方，都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提升。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技术面的部分。我想以世新这家公司来讲的话，那它这家公司呢，它虽然擅长高复杂度以及高阶的晶片制程设计以及量产服务，但是因为它过去呢接单比较具有弹性，所以它的地缘政治比较不敏感。所谓的政治比较不敏感，就是说，其实过去来讲的话，它中国出货的比重相对于高，像在2021年，它的地方就高达了71%。那大家就可以去想想看啦，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开始开打，一直到科技战，那你这么高的比重，是不是相对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在差不多2020年3月开始，整个等于说 IC 上游的供应商这个地方，就是以世新这个档股票过去的变化最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在2021-4月的时候，它的大客户这个地方被美国列入所谓的实质清单，那它的股价就从高档打下来，那到这个地方使它最后一个市高的 N 型呈现什么？我们常讲的关键位置到 N 型。那到了11月的时候，它另外一个大客户这个地方呢，又被美国列入了所谓的实体清单，所以造成它股价这波回跌已经跌超过了1/2。那这也是这家公司它虽然在高阶制程这个地方发展很快，但是它又因为这些高阶制程的客户源自于中国大陆比较多，所以造成它的股价表现来讲的话，相对起伏就非常的大。那你说，那这种股票我们要怎么做呢？纯粹用技术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1高、2高、3高、4高。那在2高这个地方呢，它等于突破前高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关键 K 棒。那关键 K 棒这个地方回档虽然有守住1/2，可是它本来是应该是45度上涨，可是却受了中美科技战的影响，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反而呈现次高位置，反而呈现一个关键位置的倒 N 型。那这家公司呢，也因为受了这些教训的影响，在2021年发生，所以说为了降低它原先地缘政治的风险呢，那它在2022年上半年已经把中国的比重，就是说从原来的71% 降到了所谓的27%，也就是说它已经朝的那个多元化客户组合的那个规划去发展它了。那可是目前我们看它股价1高、2高、3高、4高，完成了 N+N 以后，然后现在回档的部分，大家要去看它，因为它在回档的部分这个地方已经跌破了所谓的1/2。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每集都会看到的。那它既然回档1/2，就是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说，它后续的业绩非常强，它可以在后面扩大 N 型这个地方展开45度攻击，但是这个都是业绩很强劲才会发生的情况。那一般来讲的话，回档1/2的话，后续的过程中可能是所谓的盘涨，或是以盘整这个地方
居多。那如果说反弹又不过1/2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压力，就是下跌 N 型在扩大。但是以目前这家公司的业绩，我们都可以看到2024年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认为说它后续以盘整跟盘涨的几率会比较高。这时候你就会问我啦，那盘整跟盘涨的话，我要怎么规划呢？那你就可以去看，它是从2015年一直到2021年，那这样的期间大概是6年多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在规划当止跌的时候，它跌破了1/2，后面如果你用盘整跟盘涨的去规划的话，关于时间波的部分，你就可以用我们在前面第5堂课教过各位的时间波，你可以用标准的1:1的比例，或者是用缩小浪跟扩大浪的比例去推估它后续盘涨或盘涨可能的时间。那这样子是不是把基本面跟技术面结合起来，看起来就比较简单啦？那你说价位怎么推估呢？那我们就可以用它这个地方，就是从低点到高点这个地方，我们当做一个 X 波X 波我们算出它的价差以后，然后回档修正，虽然跌破了1/2，但是我们可以去算所谓的最小满足点、最大满足点，还有什么虚拟的满足点，我们就可以大概推估出来它的价格了。好了，那这就是有关于世芯基本面跟技术面的部分做一个结合。好，我想我们已经连续前面的所谓的第5集、第6集、第7集都对于那个 IC 设计这边上游的服务商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介绍。那下集我们要介绍什么呢？下集我们要介绍是单纯做矽智财的业者，我们要介绍 N31。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下个礼拜不要忘了继续收看。那到了节目最后的尾声，我还是要继续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下星期再见喽，拜拜。